非洲跟中国相隔万里，但是这两片古老的大陆之间的交往就从来没有间断过。在中非论坛即将召开之际，我们飞越万里来到肯尼亚。就在我们此刻所在的乔莫肯亚塔农业科技大学，就有一个中科院与当地合作建立的中非联合研究中心。14年来的时候还是块荒地，可是4年以后繁花似锦。他们把中国的优良的品种在这里栽培成功，落地生根，为非洲解决粮食问题做了贡献。他是中国科学院中非联合研究中心名誉主任、植物分类学家洪德元院士。我送给一个礼物，刷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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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见过的最不像礼物的礼物。如果跟着您的话，是不是在野外吃素的也能活下来？如果把您自己比作一种植物，会选什么植物？哎呀，作为一个男人嘛，我自己从事牡丹索药的研究。牡丹索药的老祖宗呢，我们推出来，很可能在非洲。我们人要出国要拿护照 passport， 但是植物没有国界，它不需要 passport。科学技术的合作如何实现民心相通，打造创新之路？中国植物大概3万种，非洲植物大概有4万种。野生植物里面蕴藏着人类需要的保护，就要国际合作，丰富人类的知识。开讲了，遇见非洲，本期演讲者洪德元。迎高考出未来，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高考智能教育倡导者引鼎教育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萃取植物精华，科学气血双补，感谢熬夜标配云南白药气血康口服液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欢迎各位来到肯尼亚内罗毕，一带一路遇见非洲，共同开启一个全新的非洲之旅。随着一带一路的合作，不仅仅是在经济方面，中非之间在很多的学科也都开展了科研和科学方面的交流。就在我们此刻所在的乔莫肯亚塔农业科技大学，就有一个中科院与当地合作建立的中非联合研究中心。所以在这里，你经常可以看到很多的中国科学家，而且很多是关于植物学方面、农业方面的科学家，在这里和当地的科学家联手在完成的一些课题的研究。今天我们要请来的这位专家，今年80多岁高龄，仍然在世界各大洲在辛勤地奔波着。让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开讲嘉宾，中国科学院中非联合研究中心名誉主任、植物分类学家洪德元院士。作为我一个植物分类学家，让我到一个城市，我首先最重要的就来看国家标本馆。肯尼亚的国家标本馆收藏了大量的标本，不光是它肯尼亚的标本，还有来自邻近国家的标本。这次我到欧塞维亚去，我就想要找一个桔梗科的卡拉瑞拉那个植物。找到了，好，这个标本保存的非常好。这个地点指的是基马，它是生结呢这个褐土上。那这样子对我来讲呢，就提供了个捷径。1958年7月20号，现在是8月，那里呢，我可能还能找到开花的，也可能找到结果的标本，我就收获甚大。好极了。这个标本馆116年没有发霉，没有虫吃，标本的顺序非常整齐，这就满足了我的要求，我就把它放在原位。中国科学院中非联合研究中心，还有个植物园。14年还是块荒地，现在繁花似锦。整个园区的风格是中国和非洲结合的。洪老师，你看这些里面不是很多睡莲吗？这边从武汉过来，
在这边做展示。引种当地的一些特色的植物，比如说您感兴趣的那个叫啥？那个高山的那个鲁贝尼，哎，对对对，半边莲半边莲，我们这里面也引种。哎，那我也去看看。到时候我要选几个植物考考你看看，你见过没有？这个您认识吗？这是他们来的们化妆品非常重要的呀，毕竟植物学家总能认识一点，对吧？是锦麟科的吗？对，锦麟科，啊对对。这样的花絮啊，我还第一次见到。现在很流行养多肉植物。哎，有点稀奇，我来看看啊。简单戳一下，你看有多少出来？啊，这是大几颗的东西了，90%是肯定的。抗旱嘛，所以说它里面的这些生物碱，包括多糖特别丰富。你别沾了，这个有毒的。在我们中国，大几颗很多，最高的草本或者灌木长得就这么高。可是我在肯尼亚见到了，可以长到20-30米高，几年长成这样。这个我们移栽到这么高，它有一个2-3年时间可以到这么高，对，可以通过无性繁殖做到。这是非洲的特色。我去找半边莲去，看看你们的这半边莲活得怎么样。He's faster than I am. 啊，哎，我找到了，看见了。啊，对了，这就是高山上那个非常独特的半边莲。洪院士您好，欢迎您。第一感觉，80多岁的老人完全不像吧？3节台阶，洪院士2步跨上来了，几乎是健步如飞啊您！而且还有个感受，就是我在跟您握手的那一瞬间，我感觉您的手还有力哈，炙热无比，而我的手，一个40多岁的年轻人，冰凉冰凉的在非洲。这里海拔可有1600多米，我听说。那没问题，我去年就到过5200米。您今年是82岁高龄，去年您81岁的时候去5000多米，我在喜马拉雅山。您去干嘛呢？我去考察我的植物，牡丹，晚上住在4000米。哇！谢谢。到了非洲之后，闯入眼帘的是各种各样你之前没有见过的植物。比如说，今天在现场，我们的节目组就布置了一些植物的背景。我看到那种植物，我送给一个礼物，非洲的特有植物。这是我见过的最你看到非洲人最不像礼物的礼物。你看非洲人那个牙齿多白啊！这就是刷，就是他们每天就刷。中非中心呢有幸用这种植物啊，这种的摇膏进一步再做研究。不久将会有正式的产品上市，就是技术的产业化了。对，这利用野生植物来栽培。所以现在这个牙膏已经可以开始生产了，是吗？现在还没有上市。还没有上市。对。所以我用的是试用装。对，请你试试。完成人体实验了吗？现在正在做化学实验、动物实验，人体实验还需要有一段时间。哦，人体实验还没开始。我就试过了，因为相信它这个没毒，现在是没毒。因为你正式上市的话，你得把化学成分说好，有没有副作用也说清楚，对吧？你试2次可以。洪院士不适合搞营销，太吓人了。现在正在做动物实验，你先试一试。但是您现在的很多科研工作仍然还是期待着能够转化成产业，对，能够让更多的人享受到您的科研成果。当然，不光在药物上，在粮食作物上，在花卉上都有多方面。谢谢。接下来我们就把讲台留给洪院士，有请您给我们开讲。谢谢。亲爱的非洲青年朋友们，亲爱的中国青年朋友们，你们好。我先讲之前呢，请大家看2种植物。
你看这两种植物，你们认识吗？左边是中国的半边莲，在右边是非洲的半边莲。这两个看起来差异太大了，但是这两个是堂兄弟、堂姐妹关系，一个在亚洲，一个在非洲。我们植物学的研究呢，就是要搞清植物界哪些是什么，它们有什么关系，它们有什么潜在作用、潜在的价值，这是我们研究的目标。大家可能听过这么一句话：一个物种决定一个国家的命运，一个基因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这话听起来可能有点太夸张，我用事实来说。我们是个人口大国，粮食问题一直是个问题。杂交水稻使水稻产量提高了1倍，1亩能够产2000斤。可是你们也知道，杂交水稻怎么能成功的？杂交水稻要完成，必须有3系配套：雄性不育系、维持系、恢复系。他们就根据分类学家做的书要记载，中国有3种野生稻，分布在哪里、什么环境底下。又是他们在海南的一个水沟里找到这一株雄性不育的，培育了雄性不育系，这就为杂交水稻的关键解决了。它的经济的意义对国家的影响有多大，你们是知道的。我讲第2个例子，非洲的打摆子是很厉害的，每年要死几十万人，如果没有药的话。中国屠呦呦他们的团队从新疆的蒿子树，从这种很小的草本里面提出了青蒿素，提纯了。联合国要中国每年要增加产量，满足非洲的需求。这个科学结果获得了诺贝尔奖，1年挽救了多少人？所以说，野生植物里面蕴藏着人类需要的宝库。你别看到这个小草草很不起眼，今天是看不起眼的小草草，明天可能是人类的宝贝。我们植物学家，特别是我说专业是搞植物分类的，任务就是把所有的植物种类搞清楚，它们分布在哪里，它们在什么环境底下生长，它们有什么潜在的价值，为以后农业医学部门就搞开发的时候定下科学的基础。我的家背靠黄山，面对天目山，是安徽省徽州的一个大山区，所以我几乎天天爬山。上山干嘛呢？挖水、砍柴、烧木炭、摘野果。所以我对山从小就有很好的友情。所以57年高中毕业，我就偶然间看见复旦大学生物系有一个招生广告，说复旦大学生物系植物学专业培养的人就是要靠野外考察，要发现新植物。这个就是非常适合我的兴趣。第一志愿复旦大学生物系植物学专业。从此到现在82岁，我一直跟植物学打交道，跟植物打交道。我自己从事的一项研究，牡丹蛇药的研究。牡丹在中国叫花中之王，古希腊他们没有牡丹，他们有蛇药，他们叫 Queen of the Herbs， 他们是姐妹关系，一个是花王，一个是皇后，那可见老百姓对他的热爱的程度了，对吧？牡丹、丹皮、白芍、赤芍都是我们中药的名药。我们中国对牡丹蛇药野生的有哪些种不十分清楚，所以我决定我要研究这个。不光是国内，那我全世界西边从西班牙、
到欧亚大陆，到日本、北美、西部我也去了。我可以说，凡是有牡丹树药生长的地方，都有红豆园的足迹。在法国的科西嘉岛，那里是地中海气候，地中海的植物有一种巴掐，春季的时候啊，芽出来的时候，那羊就吃了个嫩叶，留下来刺。到夏天啊，那个刺就特别硬。我们就是在6月份的时候，在那个岛上考察，要我们找一种树药。哎，树药一般长在灌丛里，我们就冒着个灌丛走，很偶然的，就出不来了，就只有一条羊走的一条隧道。这个隧道怎么建成的？就是巴掐都是刺建成的。那我们也只有在里面爬呀。那牛仔裤啊，一会儿就穿洞了，血就流了。哎呀，当时我也很感慨，我说我就当院士的当多少年了，已经60多岁了，我干嘛到这里来受这么大的苦啊？但是这种苦是需要的。但我们终于走出来了，再走一段时间，哎，就发现所要了。这苦可是发现了这个我们所要的东西，那种乐也是很鲜明的。为什么牡丹成了花种之王？差不多是10年前，我就开始基因组的研究，几千个核基因里面调取25个单拷贝的基因，这当时来讲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中原地区的5种野生牡丹，3种做了模本，5种做了副本，就说这是5个野生种杂交出来的。那么大家也知道，混血儿最漂亮，比爸爸妈妈还漂亮。那么这个5个野生种杂交以后呢，这不是混血了吗？随着这个栽培的牡丹，就现在花王牡丹，那比野生种呢更漂亮。所以为什么它能够成为花王？全世界牡丹树药我执行了，一共有34种，9种是牡丹，25种是树药。怎么认识它们？分布在哪里？搞清楚了。现在的牡丹树药，它的摇篮在我们的泛喜马拉雅地区，也就是喜马拉雅山和我们中国的横断山，从那里向美国、北美、向欧洲、向中亚扩散。但是牡丹树的老祖宗呢，我们推测了，很可能在非洲。大家知道，非洲跟亚洲有一个什么联系啊？印度板块。印度板块是从非洲断裂开的，然后向亚洲方向漂移。这个印度板块是带了大量的植物动物，贡献给了亚洲。所以这样一来呢，我们就对非洲的植物啊越来越兴趣。我在中学的时候就学到地理，萨瓦纳群落，翻成中文叫稀树干草原。我当时在中学的时候就感到好奇，但是我也没做梦，我这一辈子能够亲自到这里的萨瓦纳来看一看，来经历经历。我有幸14年到非洲来，那确实使我很震撼。就是那个荷花，对吧？像个伞样的，然后下面呢是斑马呀、长颈鹿啊、大象、狮子、猎豹等等等等，这种景观啊，只有非洲才有。在这个生态系统里面，第一重要的，大家知道吧？要有一个生物链。我们破坏的任何一个环节，这个链条就断了。我们如果把草地开垦了，那角马、长颈鹿，它们吃什么呀？它们就饿死了。那么饿死了以后，狮子、老虎它们吃什么呀？反过来，我们把狮子猎杀了，那么这些吃草动物呢，
就没天敌了，过度繁殖呢就把草吃得光光的。怎么维持、怎么保护这个生态系统？那非洲的人民要做出了多大的努力，多大的奉献，多大的牺牲，才保留了、维持了这个生物链，维持了萨瓦纳或者稀疏干草原这个生态系统。在这里，我要不由得肃然起敬，我要对非洲人民的奉献致以敬意。我们在去年在马达加斯加热带雨林的，我想不到这个变色龙见着我还不走，还是往我这边来移。嘿，我把手一伸，它爬到我手上来了，表示很亲热。你说那个时候我也很高兴，对吧？非常高兴。在肯尼亚山，这是猴子，多漂亮的猴子啊！它不怕人，走到我们旁边来想要吃的。所以我觉得非洲人啊，非洲人民啊，强烈的、可爱的环保意识，创造了人和自然一个很和谐的一个环境。这是我们应该向非洲人民学习的。非洲自然环境多种多样，比如说南非、纳米比亚，那就是荒漠和半荒漠。南非有50%是特有的，北边是撒哈拉沙漠，马达加斯加有多种的群落，有热带雨林，有草地，90%是特有的，那是世界之最。刚果河流域是热带雨林，这是萨瓦纳。所以非洲环境是多种多样，植物种类很多。照我的估计，非洲有4万种左右的植物。这是个什么数字呢？北美、美国和加拿大加起来是1万5，欧洲多少呢？刚刚超过1万。所以非洲的植物比北美加欧洲加起来还要多。这是非洲献给世界这么一个宝贵的一个自然遗产，献给世界人民这么一个珍贵的礼物。大家知道，我们人要出国要拿护照 passport， 但是植物没有国界，它不需要 passport。因此，国与国之间，很多国家之间有很多共同的植物，或者不是一样的，它也互相联系的植物。所以我们要开展国际合作。中国科学院在“一带一路”的倡导下，13年成立了中国科学院中非联合研究中心。我第一次14年来的时候，植物园还是个荒地，那个中非中心也还是个牌子，有个效果图，对不对？可是4年以后，中心的楼已经建成了，现在植物园已经繁花似锦，引了很多植物。他们把中国的优良的品种，玉米、水稻、天高粱等等，在这里栽培成功，落地生根。把中国的一些高品质的水果，葡萄啊、猕猴桃啊，也推广种植。这就为肯尼亚和非洲的这个解决粮食问题做了贡献。谢谢。除此以外，他们还做了很多基础性的科学性的研究，多次的野外考察，冒着风险的了，在短短的4年多里面发现了7个新种。肯尼亚植物志也在扎扎实实有序的推进。我相信，有中国科学院和肯尼亚合作这个中心，在将来一定能结出硕果，累累硕果。
最后我讲一点，我82岁了，我一辈子大家也知道，我从事了大量的野外工作和实验室的工作。我要讲我一辈子最阳光的一个笑容。2001年5月份，在瑞士跟意大利交界的一个山，那个山有2000多米高，山脚下就有700-800米。我们在往上爬，也找了个索要。山下到1500米以下，都结了果了。我就说，咱们继续往上爬，上面可能还有开花的。就爬，哎，发现了这个花，经过瑞士同事的同意，说我们可以挖一株。在挖一株之前，我的学生开玩笑跟我开玩笑，洪老师，这个地下的根是什么样的？我说地下的根啊，肯定像白薯一样的。他说那也不是怎么样的，在开玩笑啊。考老师，我说不是白薯一样的，我这个院士是白当了。我一辈子也不是在搞科学，这就是我有把握说这个话，就挖吧，一挖出来，哎，果然就像白薯一样的。在那个时候，我又验证我的话，我这一辈子不是白当的院士，也不是我在搞科学，我不是在搞别的。那么也找到了这个索要，所以这是我一辈子最阳光的一个笑容。所以，年轻人搞我们这一行，开发国家的宝库，保护环境，很艰苦，但苦中才有乐，乐从苦中来。我今天谢谢大家。谢谢您，谢谢。萃取植物精华，科学气血双补，云南白药气血康口服液，熬夜标配，邀您继续收看。开讲了。刚才您在开讲的时候，我就一边听着，一边在下面戳着。戳完之后，我问同事，我说怎么样？效果怎么样？同事说牙龈都出血了。因为太硬了，这干了，也应该用新鲜的。对，新鲜的。但这个礼物确实很有意思，越想越琢磨越有意思。就其实，在这个礼物的背后，它不光是植物学的原理，它这个还有当地人和大自然亲密接触的生活方式。送给你这个礼物啊，还有更重要的一层意思哦，非洲有宝贝。而且非洲的宝贝绝不仅仅只是这一种，对，太多了，对，太多了。估计您这一次科考完了，又会发现更多的宝贝。对，但是刚才您一上来，就一下子震撼了我们。这是刚才您说的，就这两个，是堂兄弟的关系。对，这就从植物学上来讲，植物学讲，都是半边莲科的，都同一科的，而且同一个属。半边莲属，那是不是就像睡莲跟荷花一样的这种？不，睡莲和荷花可真远。好，我不问了，行吗？反正我看这个图片的意思就是什么呢？自然界哪有公平可言？同样一家子，这个是非洲的是吗？这个是亚洲的。这是亚洲的，一个这么高，一个这么矮，一个是环境的影响。一个是进化走了不同的路，但是它们的根儿是在一块，根是一块的，然后在某一个节点上分开。哎，尽管走了几千万年，植物学家能够把他们的关系给抓出来。我估计我就生错州了，咱俩这身高我你比我高一点。不，我年轻的时候可能跟你一样高，老了这个还能要变。感谢您为我指出了我未来的方向。在您开讲的过程中啊，很多观众都对您的这个演讲很感兴趣，问了好多问题。我们先看看网上的网友们问的问题，好吧？首先进入银鼎教育全民小纸条互动环节。一个观众问您说，追喜欢的女孩送玫瑰太俗，作为植物学家，您有什么建议吗？我建议就这个。我想一辈子看见你最美的笑容。这个我觉得好玩，这个问题。这个好玩。刚才我讲了，我为什么研究牡丹多年，就是因为是
花朵之王，花草的皇后，因为它很漂亮。新技术的发展，牡丹花不只是4、5月份嘛？对，春节之后啊，也可以送牡丹，因为它这个冷藏处理，所以呢，春节时间，牡丹也给召开，很珍贵，市场上还不一定买得到。礼物啊，不在高贵、稀少、珍贵，最值得、最有价值。洪院士说了，不一定买得到，你要真有心自己种。好，来看第二个。问一下洪院士，见过什么很特别的植物吗？如果把您自己比作一种植物，哎，这个问题好。哎呀，作为一个男人嘛，肯定牡丹就不合适了。我就喜欢各位男人要强硬，要适合于各种艰难的环境。那我就选择沙漠里的仙人掌。沙漠里的仙人掌，无论在多恶劣的环境里，我能生存，都能挺拔的。遇到敌人要害我的时候啊，刺他一下。有个性，但是又有坚韧的内心。对，好，这是洪院士对于自己一个科学家的性格的期待。好，接下来啊，我问个现场观众问的问题。他说：“我特别佩服探险家的野外生存能力，为了活命，什么虫子都敢吃。如果跟着您的话，是不是在野外吃素的也能活下来？”我至少能够活半个月，因为我知道哪些是有毒的，哪些是可以吃的，而且植物里面哪一种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哪一种含量比较低的，这我都知道。你比如说大戟科，你就别能吃吧；乌头你不能吃吧；那蕊香这个开花很漂亮的，你也不能吃，长都不能长。那各种蘑菇呢？有的有毒，有的没毒的。蘑菇啊，颜色淡一点的，白一点的，可能先做点动物实验。哎，有一次啊，跟你说啊，在西藏，在那个3700米的地方，下雨以后，我们看到一种蘑菇，这个蘑菇呢，看着像个伞一样的，颜色花斑斑的。在我的经验里面是不能吃的，鲜艳的，颜色太鲜艳了。可是我们一个向导说这个很好吃，我们就采来。我是厨师，我就做出来。但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我们做出来以后呢，先让那个向导尝了一尝，他吃了以后呢，我们就吃了。我那个队友啊，哎呀，真好吃啊，真好吃啊！我们再去采，第二天天晴了，天晴了这就没了，找不到了，很可惜。但是确实没事儿，没事。您这句话刚好也说到我心里的想法：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那个牙膏我也转送给同事了。我先看看他们用完以后效果怎么样。好，接下来现场的青年代表，大家可以给洪院士提问了。哪位先来？洪院士好，小夏老师好。刚刚小夏老师也说过，我们今天在后面准备了一些植物的背景，然后其实我这里也准备了一些植物的前景，大家可以看一下。你可能会考住我了。哎呦，这个是我在肯尼亚当地的水果超市买到的一些水果，然后我想给大家展示一下。还是真认不出来这什么呀？这是。我先等洪院士说完，我再说。这个，我就不知道了。这个是葫芦科的吧，带刺的啊。您一说葫芦科，我倒觉得它像西葫芦，但是是长刺儿的西葫芦。其实叫它是黄瓜那一类的。对，它的名字叫非洲刺角，然后叫 horned melon， 就像刚刚洪院士说的是黄瓜类的。我没吃过这个东西啊，我是从植物学家的那个看是它。这个呢？这个是茄子一类的。对，这个是木番茄。木番茄。茄子一类。果然，这跟植物学家在一起真是。但为什么水果店老卖蔬菜呢？你西红柿到底是水果还是蔬菜？既可以当水果，也可以当。糖拌的时候就是水果，对。炒鸡蛋的时候就是蔬菜。你这拿来的东西没有一样能考得住院士。不，我可能懂得呀，非洲植物还是懂得一点点。但洪院士作为研究植物的专家，
您只能叫出名儿，却没有尝过，您不觉得有点遗憾吗？今天在现场这个机会这么难得，小邵先尝。我先尝啊！沙贝，你看，全世界的植物有30到40万种，尝不过来，你尝得过来吗？我们觉得我已经尝过了，也有不少了，我已经 enough。帮我们把皮儿削一下，我还没 enough， 我还充满好奇。您刚才分享的植物无国界，那我想问一下，植物学家研究出来的成果也是无国界的吗？研究的成果在过去是没有国界的，现在各个国家都有一个规定了，资源不能外流。如果没有知识产权，谁愿意投资基础研究？谁愿意投资开发研究？真正做成产品以后，有专利啊，然后呢，他就可以出去卖了。实际上，你问的这个问题，它涉及到一个科学伦理的问题，就是知识产权，它的经济属性和它的全人类共同拥有的这样一个知识属性，到底哪一个更重要？但是实际上，从法律上来讲，很多的专利它也有保护的期限，也就是说，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对，你可以享有对这个发明和专利和研究成果的一个权利，但是过了一定期限以后，它可能就进入一个全人类共同享有的一个公有领域。是这样。所以法律的规定其实也是考虑到知识属性对于人类共同进步和发展的重要性。谢谢洪院士。谢谢。下一位，您好。你好。我知道小萨老师是武汉人，对吗？你中文讲得真好。对，我是武汉人。我在武汉待了4年。学习。对。哦。So, which plant in Wuhan do you think is the most unique? 牡丹，各种各样的荷花，各种荷花，那是中国收集的最完备的。睡莲，睡莲一类的类莲。我觉得这个问题不能这么直接答，他这个问题有点像个脑筋急转弯，我得有点策略。我觉得在武汉最独特的植物是芝麻 ，sesame。芝麻是西方来的。芝麻是从西方来的，对对。但是在武汉它非常独特，对。因为什么呢？武汉人有一种食品叫热干面，你们知道吗？对于武汉人来讲，热干面就是生命。每天武汉人如果不吃一碗热干面，感觉这一天没过，有失落感。但是热干面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配料就是芝麻酱。芝麻酱。所以如果没有芝麻，武汉这个城市将会在1个礼拜之内崩溃。所以我认为在武汉最独特的植物，虽然不是武汉本地的，但是是芝麻。热干面好吃。热干面。你也像他一样的每天去吃吗？是，对。但您说的可能是从学术来讲，对，武汉是这个莲花的种类，荷花、莲花、睡莲收集的，他们收集的非常多，非常多。I have a question for Professor Hong. When I first went to Wuhan, I worked in the lab and I thought that my classmates are very hardworking, and sometimes I thought, oh, maybe I'm lazy. And now I see you and you're 82 years old and you're still going up and down the mountain looking for plants and you look very healthy and very fit. So what is your secret? You look very young. 养生秘籍。Climb mountain, that's the best exercise. So exercise. Then every day, evening, for more than 20 years, every evening, I drink a little bit of alcohol. A little bit alcohol. 是白酒啊，还是啤酒，还是红酒 ？Any kind. Any kind. Any kind. For 白酒 about 2两。对，我明白。Then to some limit. After drink, I can immediately go to desk to continue my work. Wow. That means drink not too much. 就喝完还能干活，对，显然喝的不多。And third, someone said you are very good, very nice, you are, but someone will
hate me and speak some dirty words. 也会有质疑和批评，不 dirty words, not just 批评。就说坏话。So I listen to the good words and forget the dirty words. 心胸宽广。对 That's my 3 secret. Oh, okay. One last question. You mentioned that there are many changes that are affecting the world these days. And because of the challenges that we face because of urbanization, globalization, what skills and talents do you think as young people we need to acquire to be able to deal with the challenges in the world today? 就我的观点而言，任何搞科学研究的，第一，你要有合作精神；合作精神，第二，你要奋斗；第三，你要瞄准你的主攻方向，不能今天往东，明天往西，后天往北，没有个主攻方向，那你再聪明，时间是个常数，你也不可能在哪一方面取得突出的成绩。真诚的合作，清晰的方向，不断的努力，对，3点。好，谢谢。希望你也能够成就，谢谢。下一位，小沙老师好，洪院士您好。你好。我今天想问的问题呢，也是跟吃有关系。我们在中国吃到的那么多品种繁多的蔬菜，有哪些是来自于我们非洲的？这个呢，我请王金凤的教授来回答你的问题。王教授，我就举几样吧，也不一定说那么全。第一个吃的蔬菜里面，现在秋葵。秋葵是非洲去的，这第一个。锦葵科的跟这个蜀葵啊是一类。最流行的吃的一个水果类的是西瓜，是非洲起源的。哦，然后西瓜，我们西瓜，它的祖先是在非洲。哦。还有一个，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要喝的东西里面的饮料里面，咖啡。哦，对。咖啡是起源于埃塞高原和肯尼亚北部这一块。对，所以说这3样，我想大家记住就够了。谢谢王教授用补充。你看，真的，其实这个知识这个东西其实就在身边，但很多时候我们并不知道。像我之前来的时候，想要吃到那个蔬菜是非常不容易，而且呢成本也非常的高。我最想知道就是我们在这里的华人，我们什么时候能吃到就是由我们中非中心培育的我们自己的蔬菜？你在这个时候，在非洲很难吃到中国的这个菜，对吧？我呢，同样在79年我去瑞典的时候，我有同样的感受。我们中国喜欢吃白菜吧，冬天很好吃，对吧？可是瑞典的那样一个小白菜，当时是一个收入机的价钱。在中国来讲，那是一个工人1年的工资。在瑞典只能买1颗白菜，有多难？对，我就说，但是呢，随着经济国际交流啊的市场化、国际化，像在瑞典，现在呢吃的那个超市里面也多种多样了。我相信下面以后呢，你这个条件会改变。你们经常跟中非中心的这个，比如说王金凤教授交流就是。我估计在牙膏上市那一天，差不多蔬菜也都能吃到。我肯定第一个买。对。科研转化为市场，这个中间是要一个过程。终有一天，我们生活在非洲的中国人和非洲本地的朋友一定能吃到我们这边培育研制出来的来自中国的蔬菜。谢谢洪教授。谢谢。洪院士，萨老师好，我叫王生卫，是来自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的一名博士研究生。然后我现在就是植物学专业，做的研究方向就是热带东非的一个植物多样性。我来到肯尼亚的第一次考察就是去了肯尼亚山。肯尼亚山。当我到达那个3500米以后，我的天了，我的感觉我的世界观就是被刷新了。因为我觉得在国内其实很多植物我还是能够认识的，但是到了肯尼亚山，所有的东西被清零。中国植物大概3万种，非洲植物大概有4万种。我刚才说的，全世界植物有多少呢？现在有记录的35万左右。所以植物啊，在全世界来讲，
very diverse， 非常多样性。所以你也别急，你让他年纪还轻，对吧？这个就是需要国际合作来研究这各个地方很特有的这些植物、特有的生态系统，这丰富人类的知识。听您这么一说，我就更不急了。所以分不出睡莲和荷花，很正常，很正常。嗨，我一直内心很纠结，我说天哪，我这搞了半天，连博士生到了3500也不认识多少。对，我这个教育院士到那去，我也不认识几个。中非中心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是给这个非洲的学生去了中国学习的机会，其实更多的也是给了像我这种中国的青年，让我们来到非洲的机会。对，跟非洲的科学家一起进行植物科学的研究的一些机会。今年4月份的时候，我跟王金峰老师，我们去肯尼亚的西部一个地方考察。当我们回来的时候，路过一个村子，村民把我们带到了他们家，然后周围围了20-30个人，很迅速的做成400，很整齐。你没告诉他们说你到了3500也不认识太多这事儿吧？没告诉这个事儿，没有。然后他们对我们其实特别的一个尊重，在他们坐的对面摆了花，摆了椅子，让王老师让我们都坐在前面，跟我们去了解他们的农作物的种植，包括一些病虫害、一些采后的一些最基本的一些农业知识。其实这个时候，我感觉我是在非洲做科研，我是有意义的，很强的一种幸福感，我被需要了。我就在这儿想问一下洪院士，其实您已经取得了很多的这种科研成果，到现在为止，您觉得让您幸福感最强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呢？本节目由格力家庭中央空调赞助播出，格力让世界爱上中国造。我觉得我最大的幸福感，在我这一辈子，我在追求科学，我的写的书，我做的一些结论，能得到国际的认可，专家的认可，哪怕是业余爱好者的认可。这就是说，我做的是有价值的。我15年写了一本泛喜马拉雅的一个系列专著，我是主编，那将会是有50卷、80本书。写出来以后，英国一个专家对这个书的评论，他说从这本书来看，你这个泛喜马拉雅竹子将是一部 extremely useful series。你希望我写，我的心情有多高？那是我们是跟国际合作的，英国、美国、日本、德国都参与我们的这个事。我作为一个主编，第一本书出来得到那么好的评价。那将来，我觉得我不仅对我国家有用，对世界植物学，我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我觉得我最骄傲，我在做科学，我在做对人类有用的贡献。谢谢，谢谢洪院士。本节目由格力家庭中央空调赞助播出，格力让世界爱上中国造。即便站在国际舞台上，洪院士内心始终有一个声音在告诉他：我是中国的科学家，代表中国的科学家能够做出对人类有贡献的研究，这种科学的研究的幸福感是难以言喻的。那么今天最后结束之前，我们也让洪院士尝试一个您82年当中没做过的事儿，把那黄瓜拿来。我们为您切好了当地的这种水果，您从来没尝试过，填补一下您的研究的空白。好，果然跟黄瓜一个味儿，有点酸黄瓜的感觉，酸酸的。所以可见呢，植物分类学家的规律啊，还是基本上是科学的。对。尽管您一开始就看出了它的植物的属性，但是尝到嘴里，这是您第一次，对，也算是一次全新的体验。全新的体验，很好，很好。感谢收看我们这一期开讲了“一带一路遇见非洲”，下期再见。